一念关山，真是越来越有看头。作为年末的王炸，他的阵仗真是不小，开局热度直接超过了年度剧王黄标，频频登上热搜，看似确实有着爆款的架势。但豆瓣开分只有 7.5， 单看的话口碑还行，但除去粉丝铺天盖地的营销和注水的打分，一念关山还真不扛打。在演员粉丝的控评之下，随手一番评论，差评满天飞，演技、剧情全部在线，唯一能夸的点，貌似只有女主的脸了。不过刘诗诗在这部剧中的表现，仪态好是好，可她全程使用配音，抻着长脖子，像个木头人一样，越看越让人看不下去了。但要说一念关山有东西呢，越往下看，想吐槽的心就越停不下来。刘诗诗假痴太明显，身上全是包袱。原本刘诗诗除了有演技差、打戏菜等致命的缺点外，没什么吐槽的了，可随着剧情的更新，却发现她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给观众留下吐槽的点。就比如假痴。只见刘诗诗饰演的任如意拿起手中的豆包，可能是怕观众看穿，刻意用手挡住，低下头假模假式咬了一小口，赶紧闭上嘴巴，做出咀嚼的动作。不过这吃东西怎么越看越别扭呢？再仔细一看，好家伙，豆包一点都没进嘴。相反，另一边刘宇宁饰演的宁远舟一口接着一口，吃完豆包吃炒菜，虽然菜太咸给吐出来了，好歹也是进口蔬菜呀。身边的陈宥维也是，虽然从他表情能看出来豆包不好吃，但人家真吃进肚子里了，一边吃一边念台词。说实话，到这还以为剧情会有反转，会不会是任如意在菜里面下毒了，结果看到结尾大家都活蹦乱跳的。就连女主的侧脸出现画面中，手里啥也没有在这啃空气，刘诗诗这一口吃的明摆着欺负老实人呢。还有剧中吃点心这段，拿在手中放在嘴边，三过嘴边而不入，吃了半天，点心掉在地上掉的渣都比刘诗诗吃下去的多。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点心，刘诗诗吃了一路还没吃完，嘴倒是一直咀嚼没停，难不成这点心比某品牌的口香糖还能嚼，吃到停不下来？更离谱的是，好歹前几个镜头里还有食物配合她表演，下面这个镜头干脆全靠刘诗诗自己发挥。只见医者给任如意配置一碗解药，让她喝下去，注意，此时碗中的药至少有8分满。镜头一转给到刘诗诗，8分满的药瞬间蒸发，一点都没有了。这回刘诗诗也不矫情了，端起碗就往嘴里送，我们都看见是个空碗了，你稍微演得真一点呗。可她偏不，喝药时连嘴都不张，也没有任何吞咽的动作，手和头配合向后仰就行了。喝完那像泥水一样的药水后，嘴唇特别干净，哪管你用袖子擦下嘴，我也信你喝了。刘诗诗倒是实在，一点不装一点不演。她真的，我哭死，假痴一定要让观众看出来，这么实诚的演员可不多了，吃戏别乱演，看看教科书般示范。不过就像网友说的，不会演假吃，那就真吃呗，可吃与吃之间也是有距离。看《西出玉门》中倪妮这段吃戏，我看见她真吃了，张了一口大嘴，咬下一小口饼，嘴边还耷拉着土豆丝，一边吃一边撅着嘴装可爱，翻着白眼不知道想什么呢。这场吃戏也是看得观众莫名其妙，吃饭也能吃得这样矫揉造作。既然如此，就不得不提《长相思》中杨紫的吃戏了。话说这剧开播时，杨紫因颜值没少挨骂，但这剧能爆，杨紫的演技功不可没。吃戏时她完全放下包袱，怎样吃得多怎样来。这场戏中，杨紫饰演的小妖怕浩灵王认出她来，装出一副没有教养的样子，看见面前的食物大吃特吃，油花花的大鸡腿用手抓到嘴边直接开啃，盘子里的饼随意卷起来就往嘴里塞，狼吞虎咽，生怕晚吃一会儿菜就凉了。吃完所有还得喝口汤顺顺食物，一切完事之后不忘剔出嘴里的残渣，最后喝饱吃足，坐在原地消化。一场吃戏，我只看见了2个字：真实。
丝毫不做作，在杨紫的脸上只能看见她对美食的尊敬和享受。可能是女演员为了保持身材，在吃上格外严格，即使拍戏也不敢乱吃，那你就请你演得像一些。正在热播的新闻女王中，佘诗曼就贡献了很多教科书般的假吃戏。剧中，佘诗曼饰演的文慧欣和下属交代工作，端起保温杯喝了口水，能看到她喝完之后有个明显的吞咽动作，快速说完话之后又抿了下嘴唇。这段表演一看就知道佘诗曼喝的空气是热的，而且她并没有在喝的动作上过多停留，而是迅速接上台词，让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剧情上。还有这场喝咖啡的戏，文慧欣一边喝咖啡一边开会，准备反驳下属意见之前，佘诗曼皱着眉头把咖啡拿到一边，连忙做出吞咽的动作，在咂巴下嘴之后才开始说话。一系列动作不仅把假喝变成了真喝，还让观众知道他说这话时挺着急的。不会演别尬演。刘诗诗在一面关山中一出手，让观众看清假吃有多离谱。本以为吃戏是表演中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戏份，但没想到内娱的一些演员能演得这么烂。演戏一定要真吃吗？不一定，能演出真吃的效果也是一样的。可刘诗诗、倪妮这对天鹅颈姐妹，一个不真吃，一个不好好吃，矫揉造作太夸张。反观杨紫，本身演技在线，吃起东西来一点没有顾忌，主打真实。而佘诗曼虽是假吃，但吃的比真的还真，这才是演技。话说回来，你觉得刘诗诗在一面关山中的表现怎么样呢？